我把自己挂在一个隐秘的论坛，希望能卖出一个好价钱。我拍了自己下跪的照片，手持身份证，毫不掩饰地露出自己的正脸。迎接我的是肆无忌惮的嘲讽：想钱想疯了吧？好像条狗啊！刷到你这么个东西，真特么晦气。在全是辱骂的私信里，有一条简短的消息：你要多少钱？我像看见了救命稻草，急忙回复50万，我愿意用20年生命来偿还，无条件服从您的任何命令。消息发出，我又咬牙加了一句：包括去死。对方很快便回复了我：卡号。我把卡号发了过去，对方立刻转了2万过来。从现在起，你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命令，24小时后我会考虑要不要给你剩下的48万。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太感谢了。需要我做什么？现在马上扇自己10个耳光，每扇一个都要大喊我是个贱人。2万已经是天大的恩情，10个耳光算什么？我立刻打开摄像头，启动录像，对着手机扇自己的脸，大喊我是个贱人。我对自己毫不客气，每一下都用尽全力，10个耳光扇完，脸颊火辣辣的疼。我把视频发了过去，请对方检验。他没有表态满不满意，继续命令道去把头埋进土里，埋5分钟。我立刻出门跑到路边，找了个灌木稀疏的花坛，把手机支好对准自己，接着刨了个坑。启动录像，我把头埋在土里，一点点拨来旁边的泥土盖在头上，很难受，腥臭的土钻进我的鼻子，还有蚯蚓爬到了脸上。我在心里默默倒数，数够了300秒才把头拔出来。视频发过去，我瘫坐在路边，不知道对方还会发来什么变态的要求，但转念一想，不是变态谁会给我50万呢？对方的论坛 ID 叫福茶，我搜了下，意思是往来于天河的木筏。这么有诗意的名字，心里却这么黑暗邪恶。10几分钟后，对方又发来了消息，去把头发剃光。我原本就是个寸头，和光头也差不了多少。花坛附近就有个理发店，理发师听到我的要求，面露难色，毕竟剃光了就没法再推销护发产品。20分钟后，我把光头照发给了福茶，他说你很听话。这一天福茶都没有再发来任何消息，他所说的试用24小时也仅仅是让我办了那3件事，他只是说说而已吗？我安慰自己不会，毕竟他实打实赚了2万。第二天一睁眼，短信通知我到账了48万，我的心脏几乎要跳出来，使劲揉了几次眼睛，才确认这不是在做梦。50万，我真把自己卖了。我立刻给福茶发消息，钱我收到了，太感谢了，未来20年我就是您的私人物品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，不拿钱消失。我呆住了，半天才突然反应过来，但我不是那种人。我回复道，我既然承诺把自己卖给你了，就绝不会食言。你真可笑，那你去把胳膊砍下来吧。我傻了，再怎么羞辱自己我都可以，但砍掉胳膊我怎么下得去手啊？5分钟了，砍了吗？福茶问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我说，觉得自己可笑吗？现在我做不到，请给我半年时间，半年后我一定执行你的命令。为什么？我需要照顾我的妻子，半年。我老婆需要移植异基因造血干细胞，治疗费用至少要50万，而我只是个社畜网管，1个月工资6000块，因为要照顾老婆无法工作，上个月还被辞退了。贫穷的日子，我老婆没有嫌弃我，她生病了，我不能抛弃她。我需要钱，但我没有办法。我把原因解释给福茶，没想到他只是回了句可笑的借口。我只好把妻子住院的照片、诊断书和缴费通知单都发了过去。许久，福茶的头像暗了下去，我尝试给他发了几次消息，都石沉大海。也许他被我感动了吧。不管怎么样，手术的费用算是凑齐了。我急匆匆交了费，来到病房，岳母正在喂老婆喝稀饭。老婆，手术费我已经交了，你一定能好起来。看着我兴奋的脸，妻子紧张地问，你哪来的钱？我说，我换了份工作，预支了5年工资，不过要去很远的地方，可能要有一阵子回不来。去哪呀？妻子紧紧抓住我的手。非洲。我临时编了一个去非洲支援亚非拉兄弟建设，他们那正缺我这样的网络人才啊。你放心吧，有国家和人民保护我呢。你没看新闻里说国内好多大企业都去了吗？妻子的表情缓和了下来，终于露出了笑容。有你真好。我赶紧说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白头到老的，你给我好起来，听到没有？妻子重重地点了点头，眼睛里泛着泪花。医生过来查房，我跟岳母来到病房外，岳母拉着我的手说，你不会是借高利贷了吧？去非洲，你哄哄他还行，我可不信。我知道你对他好，我一直都把你当儿子一样亲，你可千万别出事，没钱我们再慢慢想办法。我宽慰他说，不会的妈，这钱光明正大，您就放心吧。听我这么笃定，岳母才安心了些，在一旁椅子上打盹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掏出手机，打开短信，您的账户转入人民币48万，
复方星号兰，名字叫兰，福茶是个女人。我又打开论坛，给福茶发了一段话：手术费已经交了，妻子的命有救了，我说过的话一定算数，我将用20年报答您。如果您不嫌弃，我想当面感谢您的救命之恩。我以为福茶不会回我，但这次很快有了回音。到听湖山庄舞动，现在听湖山庄在城市西郊的一座湖旁，是本市最早的高档别墅区。也是啊，能轻轻松松给陌生人转50万，住在这里再合理不过。门卫盘问了半天，又登记了身份证，总算放我进了小区。小区很大，很幽静，路旁的树枝繁叶茂，一看就是长了许多年。舞动是一座3层的别墅，坐落在小区的西南角，正对着湖面。我到了，在门口。滴一声，院子的门开了，别墅的大门虚掩着，里面很黑。你好，有人吗？我推门走进客厅，屋子里所有窗户都遮着厚厚的布，身旁不远处亮起一个数字321丁。门开了，别墅里居然有电梯，但我很快就忘了惊讶。电梯里一盏黄色的灯下，坐着一个阴鬼的女人，秃头惨白的皮肤，死鱼一样的眼神，穿着医院的病号服，坐着轮椅。我吓得节节后退，什么东西挡住了我的腿？我一个趔趄倒向后方，还好挡住我的是木质的沙发，很硬，磕得我头很疼。轮椅向我驶来，电梯门缓缓关上，屋内漆黑一片，阴森的声音越靠越近。刷客厅四处亮起了刺眼的灯，轮椅上的女人正贴在我面前，我没有心理准备，大叫一声：鬼啊！女人笑了，仿佛是一个石灰雕像。你就这么感谢恩人？她的喉咙嘶哑，每个字都很用力。你就是福茶？我很难相信眼前这个半人半怪物的女人就是福茶，但一回想到她让我扇耳光剃光头，似乎又有些合理起来。福茶控制电动轮椅后退了几步，示意我起来坐好。谢谢您救我妻子的命，给您鞠躬。我站起来，深深鞠了一躬。你什么都听我的？他问。是，但是砍胳膊这种事，请您三思。我不要你砍胳膊，也不要你再受苦受罪，我要你好好活着。我心头一喜，感恩道：谢谢恩人。你现在回去和你妻子离婚，再来娶我。福茶的脸不像在开玩笑。怎么了？你说的话是承诺还是放屁？好，我愿意。我说，但是能不能宽限几天，等他做完手术？他现在卧病在床，也没法去民政局。嘿嘿嘿，福茶笑了，声音像个蝙蝠。你很爱他吗？你舍得和他离婚？我是很爱他，我愿意为他付出生命，但我既然发了誓，把自己卖给了您，我要遵守我的诺言。别来这套！福茶突然暴怒，两手撑着轮椅扶手，试图站起来，但他孱弱的双腿并不能支撑起他的身躯。诺言？发誓？付出生命？都是放屁！福茶喘着气开始咳嗽，浑身颤抖着瘫在轮椅上，形同枯骨。我说，我这个人虽然没本事，但我说过的话都算数。好，你说话算数，你去帮我杀一个人。谁？童子川，新奥集团的童子川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很是意外。我之前的工作就在新奥，童子川是总经理。虽然我被公司辞退了，但我并不恨童子川。要不是他就任后进行企业改革，自建网络部门，我也找不到这份工作。在新奥干的这2年，我还是很感激他的。要杀童子川，我想不通原因，但看福茶这副模样，多半和他有关。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我问。为什么？嘿嘿嘿，福茶在手机上点了几下，电视亮了，屏幕里播放着一段清晰的监控，一个穿蓝色衣服的女人蛮横地拍打着别墅大门。门开了，露出了福茶的脸，清纯漂亮，长发纤瘦，和她现在的样子天差地别。大门被一脚踹开，把她的头发剃了，浇上硫酸。2个黑衣男人抓住福茶往客厅里拖，一个从背后按倒福茶，另一个掏出剃头推子。粗暴的几秒钟过后，一头乌黑的长发就变得稀碎。哭喊声响彻了客厅，高档的电视音响把这份痛苦放大了无数倍，震耳欲聋。剃头的男人打开一瓶液体，倒在福茶头顶，顿时他的哀嚎从痛苦变成了恐惧。他想挣脱，却只能小幅度摇摆，不但没有成功，反而把液体甩到了自己的脸颊上。硫酸烧灼着头皮，痛彻心扉。蓝衣女人戴上皮手套，示意男人把女子的脸抬起来。啪见人，啪见人，一下下耳光扇过，力气极大，整整扇了10个耳光。福茶两边的嘴角都被打烂，流下鲜血。但残忍并没有结束，又一个男人拎过来一桶黄土，福茶的头被狠狠按在土里，接着男人把另一桶泥土倒在他头上，他整个人从头顶到脖子都埋在土里，如同插进沙子里的鸵鸟。我看得汗毛耸立，这是多大的仇恨，要对一个弱女子这样残暴？难道……我看了眼福茶，他头顶的疤痕一直延伸到侧脸，但掩饰不住脸型和五官的清秀。
遭受这样的屈辱和折磨，他居然堂而皇之的放给我看。剧情仍未终止，男人把福茶从土里拽出来，摔在地上，踹了2脚。蓝衣女人说：“童子川哪怕是条狗，也只能拴在我的链子上。”福茶没有说话，大概是太痛苦了，神志有些错乱。蓝衣女人在一旁坐下，点了根烟，接着说：“从今往后，只准你做条狗，不许出门，不许打电话，更不许找童子川。这次这个教训，你要知道，当贱货是没有好结果的。”阿兰镜头外跑进一个男人，金发，戴着眼镜，我认得这个背影是童子川。童子川扑到福茶身边，刚要扶起他，似乎又发现了硫酸，没有伸手。蓝衣女人敲着腿说：“来得正好，你当面跟这个贱人说清楚，是继续跟他玩玩，还是跟我复合？”童子川看了看蓝衣女人，又看了看福茶，说：“阿兰，你不该勾引我的，我工作太忙，有时候精神压力很大，你趁这种时候勾引我，太令我失望了。”接着童子川对蓝衣女人单膝跪地道：“宝宝，别脏了你的手，这种人交给我处理就好了吗？”蓝衣女人冷笑一声，一巴掌扇在童子川脸上，把童子川打懵了。装什么装？他不是你的青梅竹马吗？你有什么工作压力很大？你就是我齐家的狗，跟你说分手你就出去睡女人，不知道怎么做狗吗？知道，我知道错了，宝宝。你跟我说分手，我太伤心了，才会跟他搞到一块。我保证以后只做你的狗狗。汪汪汪！蓝衣女人笑了，摸了摸童子川的脸，心疼地说：“打疼了吧？”“不疼，宝宝打我，我最舒服。”“是吗？那你去打他2下我看看，他舒不舒服？”童子川毫不犹豫，转过身就扇了福茶2个耳光。“走吧，今晚赏你。”镜头中的人鱼贯而出，消失在监控的视野里。福茶关掉了电视，对我说：“那个女人叫齐木星，是新奥大股东的女儿。童子川跟她谈过恋爱，被她甩了之后，跟我好了。”我说：“原来她能当上新奥的总经理，是因为这个。”也许是因为再次目睹了自己悲惨的过去，福茶此刻冷静了许多。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。童子川是我小时候的玩伴，一起长大，没想到他会变成这样。你什么都没做错，错的是他们，该受惩罚的是他们。但我有什么资格为福茶报仇呢？我连50万的手术费都没有。你说过无条件服从我的命令，对吧？福茶像冰块一样看着我。你继承我的家产，毁灭那对狗男女吧。福茶的真名叫墨兰。墨兰的父母英年早逝，不仅留下了一笔巨额遗产，保险还赔付了一大笔赔偿金。这些钱都被存入了给墨兰的信托。动用信托的条件有2个，一是墨兰要满30岁，二是要结婚。离她30岁生日还有半个月。结婚很难，之所以留下这2个条件，是不想墨兰被人骗财骗色。所以墨兰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有这么一笔信托。回医院的路上，我五味杂陈。人生到此，我从未背弃过我的承诺，这是我做人的根本。但如果我为了帮墨兰复仇而跟妻子离婚，也是对她背叛了承诺。我神不守舍地回到病房，看见岳母竟然叫了声爸，看见护士竟然叫了声阿姨。手术时间已经确定了，在6天后。妻子见我不对劲，拉着我的手问我怎么了，我没法回答。妻子又问我什么时候动身去非洲，我说要等公司通知，应该快了。妻子笑笑说：“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，不管你做了什么决定，都不要瞒着我。”我听出了他的话里有话，他没有再问我，拿出手机递给我。常给他剪头发的理发师给他发消息，看见我在路边的花坛做着奇怪的举动，满头都是土来剃光头。我摘掉帽子说：“你觉得我中邪了吧？”妻子摇摇头说：“你能这么对我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你不要骗我，钱是哪来的？”我没忍住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。妻子哭得很伤心，一度哽咽到近乎昏迷。许久，他说：“医生说我可以起来活动活动，明天我们就去办离婚手续吧。”我和墨兰没有婚礼，为了拍结婚证上的照片，墨兰连吃几天大鱼大肉和补品，试图让脸色好一点。她穿上华丽的衣服，戴上帽子，化上淡妆，和当初电梯里出来的女鬼相比，好看多了。我推着她走进民政局，引来许多赞许的目光。也许在他们眼里，这样的才叫真爱吧。回到家，墨兰开始对我交代复仇的计划。信托里的数字惊呆了我，这是我10辈子也不可能挣到的钱，甚至是10辈子也不可能见到的钱。从里面减去50万，几乎看不到变化。我带着信托授权书，在一栋耸入云端的摩天大楼里接管了墨兰的财产。负责交接的信托经理叫刘易斯，是个混血儿，虽然头发白完了，但精神很好。墨兰让我带了封信给他。看完了信，刘易斯把我带到一间密闭的办公室里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刘易斯问。说实话，我没想好，或者说我想不好。我1个月薪6000被辞退的网管，要毁灭一个大型集团公司，毁灭一个富豪千金和他的狗，完全没有任何办法。
见我呆滞不语，刘易斯耸耸肩说：“莫小姐嫁给了你，我有些意外。抱歉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以为她准备好了。”我一听还来气了。莫兰在家里受侮辱的时候，你在这冠冕堂皇做人上人；莫兰如今开始行动了，你又在这冷嘲热讽，假洋鬼子，装腔作势。我说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既然之前一直闭着嘴，就应该闭到进棺材。我们中国人讲知行合一，讲韬光养晦，讲很多东西，唯独不讲作弊上官，不讲缺德审判。如果你不懂这些词是什么意思，最好去民间走走，天天在这么高的楼上趴着，容易中风。刘易斯面红耳赤，悻悻闭嘴，从一个保险柜里取出一叠文件。这是我收集的资料，也许对莫小姐有用，请拿回去吧。文件是密封的，一时间我也分辨不出里面是什么，只好全部带回了别墅。莫兰把自己关在房里研究了一天，给我下达了一个奇怪的命令，把新奥楼下的便利店盘下来。我想不明白，既然要干掉童子川和齐木星，手上又有那么大一笔钱，不是应该成立公司，争夺市场，把新奥干破产，让狗男女流落街头吗？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，小说里也都是这么写的。莫兰没有解释，也没有和我商量，我也只好服从命令。新奥集团所在的写字楼1楼大堂有一个开放式咖啡馆和一间24小时便利店，仅仅依靠写字楼里的上班族，这2家店的生意都很不错。找物业一问，才知道便利店的租约快要到期，物业正准备续约。我立刻表示愿意上涨30%租金来盘下这家店。物业有我这个备胎打底，当场就打电话给便利店老板，要求涨租30%。我隐约听到店老板破口大骂物业不讲信用，当场表示不租了。我很顺利就租下了便利店，并且接收了原来的店员和货源。交接时，原来的老板向我吐槽，他说这个写字楼客流没问题，但是利润很薄，他对涨租的底线就是30%。如果物业提出涨租29%，他都会答应续租的。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和鄙视，认为我是菜鸟，完全不懂怎么开店。上涨30%就是赔钱给物业打工。我笑笑没说话，但心里也充满了疑问。30%是莫兰告诉我的，刚好卡在恰当的比例和时机上。难道刘易斯给他的资料会精准到这种地步？我带着合同回到别墅，复仇的第一步就这么轻松完成了。第二天，我带着1沓代金券来到新奥，对行政主管说自己曾是新奥的员工，在楼下开了个便利店，特地回来给老同事们送福利，每人200元，无条件消费，只要是新奥的员工都可以领。在确认我的福利是真福利之后，行政主管立刻召集了全公司的人来登记，每个人200，全公司300多人，天上掉下来6万多的员工福利，都成了他行政主管的功劳。他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怜惜，生怕我突然清醒过来。登记完了，我对他说，希望能拜访一下童总，当面感谢他的知遇之恩。开除我是人事部门的事，跟他行政没关系，他当然乐意把我这个大冤种带到童子川面前邀个功，顺便恶心一下其他部门。总经理办公室，行政主管敲了敲门。进门的一瞬间，我看见齐木星从童子川的办公桌弹了起来，面色尴尬而暴躁。黑丝包臀裙，露肩身 V 礼服，闪着星光的钻石碎片，很妖艳。他指着行政主管的鼻子骂道：“进门不知道敲门吗？狗都比你有规矩，看来这位齐大千金确实很喜欢狗。”我以为行政主管会吓破了胆，没想到他只是淡淡的说：“我敲过门了，是你们太专注工作了，所以没听见吧？”童子川的脸上还留有明显的口红印，衬衫的口子也被解开了2个。他很不耐烦地咳嗽了2声，说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主管说：“这位是楼下便利店的老板，也曾经是新奥的员工，他感恩童总的知遇之恩，特地给每位新奥的员工赠送1张200元的购物卡。”齐木星翻了个白眼，鄙夷地说：“200，亏你也送得出手，加一起还不够买个马桶。”我当即笑道：“便利店是小本生意，自然不能和新奥相比，但我真的是感激童总给过我工作机会，所以无偿为老同事们送些力所能及的福利。可能和您的马桶相比，他们更需要买牛奶和三明治。”好了，知道了。童子川道：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？”“什么都不需要。”童子川很意外，再次强调：“什么都不需要，白送6万。”“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”“别不好意思，狗饿了也要叫几声的。”齐木星说：“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，打着送福利的名义，不外乎想从公司捞点好处。”我笑道：“真的什么都不需要，不打扰了，告辞。”关上门，我听见齐木星在吼主管：“以后再敢把不三不四的人往公司里带，你就去便利店卖茶叶蛋吧。”我停下脚步，假装系鞋带，耳朵贴近门缝。主管说：“不三不四的人，公司倒是真有。”这个主管不卑不亢啊！到此，复仇的第2步也完成了。在6万多的福利面前，主管拉了一个300多人的大群，除了童子川和齐木星，新奥所有员工都在里面。当然，
群是为了5折买东西而建立的，我反复在群里强调，只对新奥员工开放，禁止拉任何不是新奥的人进群。但这么大的羊毛不薅，不是正常人。我时不时就发现群里的人越来越多，已经接近400了。群是主管拉的，我假装没看见，每天在群里发广告，有促销，他们就会觉得5折不白打，是有利可图的。于是拉了更多的朋友进群，主管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要有申请，不问就通过。5折相当于1天3餐都可以在我这解决，每天便利店里都热热闹闹的，宛如是新奥的一个部门。没几天，他们就发现我不对劲，一个被公司辞退的网管，一个开便利店的小老板，居然戴200万的手表，穿18000的衬衫，打电话时会日语和法语自由切换，偶尔会有人在地库看见我开不同的豪车扬长而去，加上我动不动就免单发红包，导致新奥开始流传我的故事。人们总愿意相信自己发现了不为人知的惊天秘密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我刻意的，为了打好那个电话，我在家练了1晚上台词，目的就是让他们以为我是个不务正业的富二代，上班开店都只是体验生活。我在店里餐台下面装了监听设备，这2天频繁听到新奥的员工在吃饭时讨论我的身份，是时候证明他们是对的了。我在群里发了个通知，明天起歇业3天，明天是周一，是新奥最忙的时候，也是最需要我的时候。有几个员工不乐意了，在群里问我怎么回事，哪有一歇3天的？我没有在群里回答，而是一个个私聊说，老爸回来了，我得伺候他倒时差，他吩咐的事我一件都没干，哭哭哭。回来和倒时差这2个词引发了他们极大的兴趣。经过我一番明示暗示，再加上他们小群传播，我歇业的原因传遍了新奥。我爸从国外回来了，走之前要我学管理，找项目投资，但我只想做条咸鱼。这次免不了被神秘父亲训斥，便利店能不能开得下去还不好说。他要我完成10个亿的投资，但我压根没去找过项目。我看到有员工发了朋友圈，写着原来我天天吃10亿身家富二代煮的茶叶蛋，底下有同事回复，人家要投10个亿，身家起码加个0。至此，莫兰让我办的3件事都搞定了。歇业第2天，我接到主管的电话，他想约我见个面，有重要的事。我戴上耳机，与莫兰保持对话畅通，果然在主管说的地方见到了童子川。童子川毫不客气，一见面就问我是不是在找10个亿级别的投资项目。我露出了警惕的表情，后退2步，和童子川保持距离，同时说并没有。这个举动能让童子川更相信我是真的富二代，因为我的人设是怕被骗，不可能一见面就相信曾经看不起自己的人。我就直说了，新奥正在准备上市，公司的股份现在很零散，如果你父亲愿意投资，未来收益率会超过500%。一听到童子川说父亲，我立刻露出了紧张的表情，那表示我被我爹逼得很紧，他望子成龙，而我是个废物。我问他，你怎么保证？童子川自信起来，说新奥大股东的女儿是我未婚妻，无论如何她都会是新奥未来的董事长，我是总经理，只要我们想做，很容易就能将零散的股权收回来。到时一上市，原始股市值至少翻5倍，500%是保守估计。我顿时明白为什么莫兰要我这阵子假装富二代，他一定早就知道新奥上市的计划。当然，上市并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对狗男女想借机侵占掉其他股东的利益，把新奥变成他们家的私产。我立刻反问他，新奥要上市，那股东必然都知道，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把股权卖给你？就算要卖，也不可能是现在的价格。童子川哼哼一笑，说不瞒你说，这些小股东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利。27位股东，除去齐家，剩下26个都有把柄在我手上。说完，童子川拿出手机给我看了段视频。视频里，一个中年秃头男人左搂右抱，一边一个穿着简单的性感女郎正行苟且勾当。26个股东你都有，这只是其中一种，人嘛，不可能完美。我当即热情地拥了上去，叫了声哥，哥，你要多少钱？够10亿吗？我说够10亿嘛，而不是10亿够吗？就是要让童子川感到我迫不及待完成老爹的任务，却并不关心具体怎么完成。10个亿正好够。好，就这么定了，我把钱转给你。童子川愣了下，大概是怎么也没想过我这么幼稚。不先聊聊合同？我又不懂，都听你的。但是如果亏了怎么办？童子川大手一挥，不可能，你放10000%的心，只要一上市，我给你保底500%的回报。那上不了市呢？那我不但退你本金，还赔你1倍。我高兴地拍手，搂着童子川一直蹦。我以父亲要求的名义，让童子川找了个担保人。不用问，当然是齐木星了。童子川能找来10亿投资，让他突然对这条狗有了好感。他一直被人叫成花瓶千金，早就想扬眉吐气了。身边频繁使唤童子川这种舔狗，都是因为心里有恶气。现在
这股恶气终于能变成出人头地的名气，他将在新奥上市的过程中华丽转型为女强人。童子川拿我当个傻子，经常跟我分享他的帝王心得，如何在办公室夜总会酒店安插摄像头，如何找外围攻略重要人物，如何隐忍当个人人鄙夷的软饭狗，在一战成名到来之前都成为了他得意的谈资。童子川花了3倍的价钱收购了其余26位股东的股权，如今新奥只有2个股东，齐家和童子川。对准女婿的这些行为，齐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反正都是自己家的。便利店恢复营业之后，新奥员工的八卦里全是股权大战，好不刺激。但我知道，骄傲的螳螂永远是黄雀的零嘴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莫兰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奇怪了，但除了复仇，他什么也没有多说。上市的重要节点越来越近，童子川和齐木星已经彻底完成了股权整合，大小股东双剑合璧，成为了新奥绝对的控制人。童子川甚至已经在朋友圈里提前开启了香槟，以虔诚的敲钟人自居。他的日子不多了。敲钟的审查进入尾声时，26位股东联合发表了声明，并向证券交易所提交了相关举报。齐木星指使童子川恶意收购股权，并对他们进行人身威胁。所谓威胁，就是通过偷拍隐私对其他股东进行勒索。童子川看到这个声明，感到很震惊。这种自杀式的举报对他毫无用处，因为收购股权并不违法，而且自己是花了高价的。面对我的责问，童子川更是感到莫名其妙。这些他早就告诉过我了，我居然现在表示不知道。我对他解释，我爹非常看重形象，闹出舆情不好交代。他一连说了7、8遍放心。挂了电话，我立马用小号把股东声明发到了便利店群里。新奥是不是要倒闭了？400多人的群立马热闹了起来，有的人表示担忧，有的人表示无所谓。见群活跃了起来，我把准备好的聊天记录的截图丢了进去。这些记录我精心挑选过，都是童子川的只言片语，只有单句没有上下文。童子川的帝王心得洋洋洒洒30-40条。他在公司本来就是个小白脸的软饭角色，看到他干的这些下贱勾当，偷拍隐私、外围钓鱼、监控员工、中饱私囊，结合26位股东声明，群友立刻就炸锅了。我知道这些聊天记录很快就会传到童子川和齐木星面前，也会很快传到股市和民间，但这只是开胃菜，只是为了引导舆论关注新奥这家公司。童子川此刻应该像吞了个苍蝇吧。第二天，关于新奥上市的插曲开始发酵时，一颗惊雷在互联网上爆炸。莫兰报警了。齐木星入室虐伤莫兰的日子，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4年。这4年，莫兰过着鬼一样的日子，每天在漆黑的别墅里，不能说，不能动，生活难以自理。他一直在等这一天。监控视频、医院证明，他早就准备好了，但他一直没有行动，因为就算自己立即报警，对齐木星不过是拘留几天，再被他爸活动放出来而已。而对童子川更不会受到一丝影响，甚至他们会联合媒体颠倒黑白，把莫兰污蔑成插足他们感情的小三，活该遭到正义的惩罚。莫兰只有一次机会。网上疯传着莫兰的自述，如何被童子川欺骗感情，如何被齐木星殴打羞辱，如何从一个花季少女变成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残废，如何在几万次轻生的念头中艰难度日。监控视频被各种渠道呈几何指数裂变传播，有人找到了年轻时莫兰的照片，曾经的美丽和如今的丑陋形成令人不适的对比。正当所有人讨论这个突如其来的热点时，有人在街头发现了莫兰。记者和自媒体蜂拥而至，几百个摄像头对准了他。这4年，他把监控视频反反复复看了几千遍，就是为这一天做心理准备。莫兰穿着单薄的衣服，骨瘦如柴，露出半截的胳膊，仅剩皮包骨头，坐在轮椅上，像只灰白色的人皮骷髅。他没有戴帽子，光着头，飘扬着几根稀疏的长发，其余地方是被硫酸腐蚀过的头皮。轮椅走几步他就要歇一会，没有表情，却如深渊般悲伤。交通大堵塞，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幕。齐木星故意伤害罪正式立案，警方带走了他。从办公室到警车，齐木星骂了一路：你们这些走狗，凭什么抓我？那个贱人又没死，就算我打死他又怎么样？你们不还要乖乖放我出来给我道歉？新奥300多个员工，总有那么几个手上正好抓着手机的。莫兰的悲怆和齐木星的野蛮又形成了令人不适的对比，而童子川的个人信息也被人肉爆了个干净。渣男、舔狗、软饭区。在海量的八卦里，有一条格外引人注目。童子川是和他校园中的女朋友一起进入新奥的，但很快2人就分了手。他的前女友仍在新奥就职，岗位是行政主管。难怪面对狗男女在办公室苟且，主管他完全不在乎，甚至敢和齐木星正面硬杠。他不是不卑不亢，他只是恶心已久。社会巨大舆情和刑事案件介入，新奥的上市自然被终止了。
童子川一边想办法捞齐木星出来，一边消化这个噩耗，1秒都不带耽搁。我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一脸茫然地问：“哥，怎么呀？怎么没上手？”童子川接了个电话，齐木星的爹终于后知后觉，查到我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，所以说他就只适合吃软饭。20亿，超级加倍，已经远超星奥实际的价值。马不停蹄，刘易斯介绍的大律师团闪亮登场。这么大的金额，这么简单的案子，对他们来说是百年一遇，天上掉钱。童子川是没什么钱的，齐木星就不一样了。齐家许多资产都是在他名下，包括星奥也在律师团狙击的目标之中。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，莫兰很轻易就谅解了齐木星，这代表他不用坐牢了，可以判个缓刑。但是他齐家的资产已经在律师团的进攻下节节败退，过不了1年半载，齐家就会一贫如洗，成为他最看不起的普通人。也许在这个花花世界里，做一个平民，对齐木星而言才是真正的坐牢吧。我老婆复查的结果很乐观，恢复得非常好。我想去看她，但她坚决不允许，也从来不给我打电话发信息。她就像一颗遥远的星星，消失在我看得见的地方。但毕竟我把自己卖给莫兰20年，我必须遵循我的承诺。莫兰让我去一趟别墅，到了之后，我发现刘易斯也在。看见我来了，刘易斯很热情，开口就飙了一段方言：“咦，你咋才来呢？等半天了都。”莫兰不知道咋回事，看看他，又看看我。刘易斯说：“我是混血儿没错，但我不是假洋鬼子。”我明白了，他这是在报复我呢。刘易斯先是通报了一下诉讼进度，齐家想和谈，由他们继续经营，在约定时间内继续上市，并追加补偿数额。莫兰摇摇头，表示拒绝。刘易斯很自然地开始通报第2件事：希腊的小岛已经买好了，岛上有现成的房子，随时可以搬过去。你要移民？我惊讶道。莫兰没有说话，掏出一张协议递给我，说：“我本来早就该死了，是你让我相信这世上还有爱情和承诺。这20亿你拿1半去吧。”看着手里的协议，我不知所措。10亿是我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数字。你有许多次机会可以带钱一走了之，可以和那对狗男女背后合作，但你都没有，是你让我想继续活下去。看着我傻站着，刘易斯解释说：“其实莫兰把50万转给你时，就已经决定轻生了。他上那个论坛是想寻找痛苦小一点的方法，结果遇见了你卖身。”我想起有一阵子，莫兰看我越来越奇怪的眼神，他是在怀疑我是不是个正常人，或者是怀疑他是不是个正常人。我把协议递给他，对他说：“这10亿，我想找你买个东西。”什么？我想买回我的自由，跟我老婆复婚。莫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你不用这10亿，我也已经这么打算了。但在这之前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。”话音刚落，敲门声响起。我打开门，门外是26位星奥的股东。莫兰迎接了他们。没有寒暄，星奥易主之后，我会将股份按原价转让给你们，从此你们便是星奥的主人。带头的股东代表表示了认可，说：“那我们的选择是没错的，纸包不住火，丑事永远在那里，个人的情况个人处理，但总不能跟赚钱过不去。”另一个股东说：“童子川嘴上说销毁了视频，鬼知道有没有呢？我不可能相信那种人。”刘易斯和股东们告辞之后，莫兰拿出了结婚证，与我去民政局离婚。他关掉了轮椅的电机，让我推着他走在路上。许多人侧目注视着我们，就像我们结婚时一样。也许在他们眼中，这样的携手才叫爱情吧。我走得很慢，很慢。我的耳边还回响着刘易斯临走时悄悄对我说的话。信托条件里并没有结婚这一条。莫兰这么做，我想是为了保护你的老婆。我抛弃病中的妻子，和莫兰结了婚，在任何人眼里应该都是渣男的认定吧。就算齐家查到了我有老婆，他们也理所当然不会去欺负他，毕竟他也是被我害惨的人，是仇人。仇人的仇人是朋友。办完离婚，我们在民政局楼下，莫兰叫停了我：“你走吧。”他说。我看着他，他的表情好像有了些变化。谢谢你，让我体会到了被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保护的感觉。剩下的路我自己能走。莫兰转了个弯，缓缓消失在车水马龙中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个负责任的男人，但我知道剩下的路他自己能走。